哇塞，这个鞋装有点意思。嘿嘿，我是小黑黑。在开始本期的黑球鞋之前，请允许我插播2条黑广告。第一条，对，目前我已经连更5期黑球鞋了，因为之前堆太多球鞋没做，所以现在在赶进度，稍微有点堆不齐想看黑科技的小伙伴们，但不必着急，这就给大家憋个大招。带来最近炙手可热的盖乐世 Z Fold 3代折叠屏手机。想看的你们请在公屏打个分，如果分数够高，我就尽可能在未来2期把这个视频给赶出来，让大家一睹为快。第二，本来这期想给大家送鞋，但是我现在用了官方抽奖系统，使用评论等其他方式抽奖的话，违背了一些创作公约，我还是想老老实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 UP。所以真心希望大家关注我，多多给我3连，多多给我点赞，我达标第一时间就给大家送鞋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也欢迎大家积极给我留言，我会虚心学习的。那结束了本期的黑球鞋时间，那结束我们黑广告时间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本期的黑球鞋吧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 AJ36的出色，我们利用这一期来横向对比一下34，刚才是35，还有36，来看看36的各方面硬件指标是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。来到鞋盒，本次的鞋盒与前2代相比，回归了一些质朴，全白鞋盒配合正面烫金的小巧 Jumpman logo， 底下这行字我看了一会儿才发觉是有点街头涂鸦风格的英文 36， 就是36的意思，表明身份。侧面的土豪金开口与此款 AJ36的配色相呼应。鞋盒采用了 Velcro 的拉扣翻盖设计，低调却不简单，符合乔丹旗舰气质。上手这双白金配色的 AJ36， 第一感觉鞋很轻盈，契合36的设计主旨。正好我们也顺便说一下这次 AJ36的设计语言，总结起来可以归为2大点。第一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致敬元年的 AJ6。第二，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轻量化。在致敬 AJ6 方面，36与前2代相比较而言没有那么的直接和明显。在我发掘的几个致敬细节里，给大家稍稍提一下。第一 ，AJ6 前掌和后掌上方的亮粉分割线呼应了36上前后掌的线条点缀，只不过这双36是白金配色，所以线条是用了金色代替。第二，来到上方送分题，这个鞋舌覆盖鞋带的 cover 照搬了 AJ6 的设计，还有 cover 上的飞人 logo 与6上如出一辙。第三，来到36鞋舌内部，我们可以看到上沿的复古 Air Jordan 字符，致敬 AJ6 鞋舌上沿外侧的 AJ logo。再来翻到鞋底，我们的第4个点。是这个角度稍微有点倾斜的飞人标，36上的飞人标是 AJ6 上的缩小版，唯一的区别是 AJ6 上的飞人手里还拿了个锥子，仅此而已。最后就是36底部的中部开窗，这个开窗的形状对应 AJ6 的哪里呢？聪明的你们请在公屏上弹出这个答案，如果还有我没找到的点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告诉我。颜值方面，我觉得这个白金配色的 AJ36稍显一般，不是非常喜欢，有点太单调了。全白透视装的鞋面配合皮质鞋舌鞋尾的搭配，我只能说这是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的颜。至于我为什么会买这个配色，很简单，因为这个是北美的首发配色。颜值这项如果非要和34、35正面硬刚一下的话，34和35并列第一吧，36我个人不是很吃这款颜。老样子，我说的不算，看大家喜欢36这个颜的公屏1弹起来，不喜欢的弹个2吧。虽然36颜值不是很对我胃口，但设计师们在全鞋布下的各种细节彩蛋还是非常精彩的，需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和解读。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比如说鞋舌上提环的打孔，3个孔一排，从上至下12排，在第10排由缝线分割，缝线上方30个孔，下方6个孔，合起来就是36，既致敬了 AJ6， 也致敬了36。来到侧面，鞋舌边缝制的小 logo， 从上往下看是 MJ， 但侧过来看就是36。同样的 logo 也出现在了鞋底中部开窗处，与鞋舌上的设计相互呼应。开窗侧面的一串字符 N236MJ 代表了3个意思。
N 是单词 number 首字母的缩写 ，N23 顾名思义就是非人的号码了，36就是 AJ36。MJ 很明显就是 MUJI 无印良品的缩写。来到鞋尾，这里使用了一个塑料飞翼设计，隔开了鞋尾的皮质提环。在飞翼下方，左边用了2股线来固定，右边用了3股线，同样来致敬飞人的背号 R3， 还有鞋面开口这一圈摩尔斯电码等等等等。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，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，在弹幕或者留言里告诉我们。说到材料，36主打的轻质，当然离不开这次非常吸睛的鞋面。鞋面运用了叫 Lano Weave 的科技，据官方说，这次36的面料比34的面料要轻33%，但是强度却更好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36的鞋面绝大部分都只用了薄薄的一层 Lano Weave， 非常的通透，说明 Jordan Brand 还是对自己材料的耐用性非常放心，但可能是过度自信，就等我们实战之后才能为大家揭晓了。这里提一个我不喜欢的点，相比于34 SE 还有35在鞋面上使用的手感炸裂的大面积真皮拼接，36也有一些鞋面和尾部的皮质包裹，但是此处是合成革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合成革比真皮更轻。总之，我觉得合成革用在正代旗舰上会稍显廉价了一点，但这只是我个人观点。另外，这次如此通透的鞋面让我觉得36完全可以跟34的透气性来掰掰手腕，孰优孰劣，等我们下期揭晓。缓震科技这里，我们先说36上的第3代月石板。首先，很直观的感觉，36的月石板比34和35要更接近地面，也没有35那么夸张的足弓勒弧线。对我本人，包括很多朋友们，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天选之脚的。而且重心的下降带来更好的稳定性，同时这次月石板的结构变化也让36有了不同于34和35的缓震配置。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34和35的月石板都采用了左右2块 P-Bax 拼接到一起的设计，36则另辟蹊径，使用了上下2块铸模 P-Bax 拼接。而且前面提到的较低高度也让全长的缓震放置在月石板上成为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36放置了全掌的 Zoom Air， 而34、35只能使用前后掌分离式的 Zoom Air。不仅如此，36还在前掌位置放置了一块稍小的 Zoom Air，2层 Zoom Air 之间没有任何填充，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 KD13 的感觉了？而且这次的2层 Zoom 也让 AJ36 成为 Jordan 正代有史以来 Zoom 使用最多的一双。总之，这个脚感我是非常的期待。另外，这次全封闭的气垫包裹，大家应该不必担心耐用性和爆气垫的问题了，说明 Jordan Brand 是有在花心思不断的接受反馈和改进的，值得表扬。很关键的尺码选择，这次的 AJ36 对我来说并不偏码，但是由于鞋头还是比较窄的，小拇指这里会有挤压感。我觉得脚宽的朋友最好能去实体店试一下，或者买大半码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脚感这里我帮大家试了一下，双层 Zoom 就是这么的无解，完全不需要踩开，每一步下去前掌澎湃的反馈，真上脚即巅峰。So good。最后的最后，就鞋重这个开头的隐藏问题，嘿嘿。44.5码的 AJ36 体重415克不到，虽然没有 AJ34 夸张的395克那么登峰造极，但我们要学会知足，学会人生的这个哲理，一个字，知足者常乐。啊，我是小黑，如果你喜欢视频，别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，因为我致力于给你带来最棒的原创评测。那更多黑系列精彩原创，我在这里和你不见不散。那我们下期再见 ，Peace。entertainment.